美下最后通牒，伊朗求饶。以色列开火，俄明哲保身。边境重镇被打，俄军东线压力升级。北欧痛击莫斯科，星链参战打击俄军。全球围堵，瓦解中共30年资源优势。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最新传出的消息称，美军相关作战力量已进驻亚塞拜然的纳西切万空军基地以及巴基斯坦的沙蒙利空军基地。在阿联酋、巴基斯坦、亚塞拜然和科威特的配合下，针对伊朗的第一阶段军事行动据称已经启动，区域安全等级随之被提升至高度戒备状态，紧张气氛明显升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则抛出震撼性判断，称美国可能在48小时内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目标或包括德黑兰。他给出的理由是，白宫或试图借对外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注意力。这一表态使塞尔维亚成为目前首个公开预测美伊即将开战的国家元首。考虑到塞尔维亚与以色列关系密切，而以色列又是美国在中东最关键的盟友之一，这一说法迅速引发外界联想。华尔街日报还指出，为防范一旦动武后伊朗的报复行动，美军正在加紧向中东增派防空力量。这也意味着华盛顿在下达重大空袭指令前仍需要一定时间完成全面战备。目前美军已在中东部署多层防空体系，包括8艘具备拦截空中威胁能力的驱逐舰，以及驻扎在约旦可执行无人机拦截任务的 F-15E 战斗机。五角大楼还向约旦、科威特、巴林、沙特和卡达等地调派萨德反导系统与爱国者防空导弹，用于应对弹道导弹和低空威胁。此外，6架 F-35 战机已从加勒比地区飞赴中东，多架 EA-18G 电子战机则转场至欧洲，显示美军正在为高强度冲突做系统性准备。据悉，随着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全面进入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集结进一步扩大。除航母外，更多驱逐舰、战斗机、防空系统与无人机正陆续部署到位，使白宫在该地区拥有更大的军事与政治回旋空间。川普也将这支舰队形容为一支庞大的美军力量。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驻北约大使马特·惠特克的话称，停泊在伊朗附近海域的美军舰队既是一种强硬的力量展示，也是一条留给伊朗的退路。他直言，如果伊朗放弃核计划并停止镇压国内抗议活动，局势就能迅速降温。惠特克强调，川普已向伊朗画出清晰红线，是否升级冲突取决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选择。他同时警告，川普不会无限期等待。尽管外界盛传美方正在考虑军事打击，但惠特克强调，美方并非意在摧毁伊朗政权稳定，而是逼迫伊朗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川普拥有多种选项，总统仍希望通过协议解决问题，但强调伊朗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做出决定。另外，川普总统已要求核心幕僚提出一套快速果断的军事打击方案，目标是在对伊朗施压的同时，避免中东陷入长期消耗性的战争。此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攻击都可能引爆地区性冲突。伊朗革命卫队也曾公开展示海巴尔射砍地对地弹道导弹的训练画面，宣称其射程可达1450公里，弹头重达500公斤，以此彰显反击能力。伊朗陆军高层还公开表示，武装部队处于全面防御和作战准备之中，并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危及地区安全及以色列自身安全。对此，川普回应得相当直接，他当然会这么说。随后补充称，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
并已部署到位。如果谈不成协议，我们就会看到他说的话是否成真。在美国发出警告后，伊朗取消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演习。路透社报道指出，伊朗提议向美国提供400公斤浓缩铀，以换取制裁解除。据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Ismail Bahai 表示，伊朗正在审慎考虑谈判的各个维度，并强调时间对伊朗至关重要，因为制裁的尽快解除是德黑兰的首要目标。与此同时，伊朗提出了谈判前的条件，要求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美国长期将军事压力作为对伊朗施压手段之一，因此近期美军航母打击群已在该地区集结。美国总统川普敦促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前，并表示德黑兰正认真谈判。伊朗最高安全官员阿里纳里贾尼在社交媒体 X 上证实，谈判安排正在进行中。据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川普为恢复核谈判提出了3项前提条件：实现零铀浓缩、限制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停止支持地区代理人。长期以来，伊朗拒绝这3项要求，称其侵犯国家主权。但2名伊朗官员表示，宗教统治者认为弹道导弹计划是更难以妥协的核心问题，而非铀浓缩。与此同时，美以在军事层面的协同明显加速。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与以色列总参谋长艾亚勒·扎米尔举行紧急会晤，释放出双方正就地区安全局势进行高度协调的信号。几乎在同一时间，以军在多个方向显著加大军事行动力度，持续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在发布平民疏散警告后，以色列空军在美国情报与后勤支持下，对黎巴嫩展开新一轮密集打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真主党高级工程官员阿里·达乌德·阿米奇已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定点空袭中被击毙。另有消息称，以军还成功清除了真主党体系内一名高级防空指挥官，进一步削弱其防御与技术能力。外界普遍认为，这一系列行动不仅针对真主党本身，也被视为对伊朗的间接施压。相关消息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美军与以军的行动效率和战备状态再次成为焦点。此外，还有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称，当地居民目击多架 B-2 隐形轰炸机降落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有传言指出，塔利班可能已同意向美国提供该基地，用于潜在的对伊朗空袭行动，作为交换条件的最高额资金支持。尽管这一说法尚未获得权威渠道确认，但已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全面升级的担忧。在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高之际，俄罗斯的最新表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克里姆林宫明确表示，若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并无计划派遣部队进行直接防卫。这意味着，即便冲突升级，莫斯科也不会像传统军事盟友那样自动介入。俄方强调，解决美伊矛盾的最佳途径仍应是外交谈判而非战争，并警告任何军事冲突都将严重破坏中东地区的整体稳定。俄罗斯外交层面进一步指出，俄方并不承认对伊朗进行军事援助的义务。这一立场既体现了其对地区局势的谨慎态度，也反映出在全球战略博弈中的现实权衡。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的立场释放出2个清晰信号：其一，莫斯科不愿因美伊冲突而被拖入新的战争泥潭；其二，俄罗斯试图在西方、伊朗及其他地区力量之间保持战略灵活性，这与其在乌克兰战场上已承受的资源消耗密切相关。乌克兰近日再度对俄罗斯边境重镇别尔哥罗德发动高强度打击。当地时间2月1日，乌军至少发射了2轮海马斯火箭，约5枚弹药成功进入俄境并命中目标。目击视频显示，市中心建筑起火，
多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俄罗斯方面承认比尔格罗德遭到袭击，但仍宣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全部来袭导弹。这一说法与市中心燃起大火形成明显反差。还有消息指出，最新战报显示，俄罗斯 Taurus-1A 太阳重型火箭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境内首次被摧毁。此次打击由乌克兰第72独立机械化旅实施。另外，乌克兰第43独立炮兵旅在比尔格罗德州摧毁了一套俄罗斯3毛举 M3 防空导弹系统。这是10天内乌克兰第3次对比尔格罗德发动攻击。此前已有消息称，乌军空军和地面力量在该方向持续施压，使这一俄方重要边境城市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作为乌东战线的核心争夺点，波克罗夫斯克周边仍是双方兵力高度集结、战斗最为激烈的区域。最新消息显示，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一群乌克兰 FPV 无人机摧毁了一个俄罗斯破坏小组，阻止了乌克兰士兵被俘。4名士兵在袭击一个观察哨时被俘，但空中侦察发现了俄军，无人机随即介入。在波尔塔夫卡一带，乌军摧毁了俄军一处前沿指挥所，该地位于波克罗夫斯克轴线附近。此次打击有效缓解了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防御压力。与此同时，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乌军自东南与东北两翼同时发动反攻，其战术逻辑与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行动高度相似，同样属于牵制与防御反制性质，对全线态势影响不大。从战场态势图可以看出，驻守罗金斯克的乌军仍牢牢控制着通往波克罗夫斯克至米尔洛格勒的北侧门户以及 T0515 公路。这条交通线不仅是乌军当前补给与机动的生命线，也是在极端情况下米尔诺格勒方向部队撤退的唯一大通道。一旦失守，乌军极可能在撤退过程中遭遇俄军炮火追击，重演乌赫勒达尔市的灾难性溃退。当前波克罗夫斯克市区爆发大规模战斗的迹象愈发明显，俄军正在向城内持续集结，轻型装甲部队已进入市区并建立前沿指挥所，而坚守在铁路以北的乌军部队并未显露后撤意图。战场对峙态势反而预示着双方都可能继续增兵。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第6集团军与第3摩托化步兵师于昨日从库城东面与北面发动多点进攻，但这类行动并非以争夺土地为核心目标，而更像是一种防守型反击，重点在于稳固既有战线，尤其是东翼俄军意图明显，在阻止乌军继续向斯瓦托方向推进。整体战术属于拒止式作战，而非战略级突破。在康斯坦丁尼夫卡方向，乌军第24旅与俄军巴赫穆特集群发生短暂交火后，重新控制了一段狭长区域，战果有限，但巩固了局部阵地。国际支援方面，北欧国家继续加码。挪威宣布，计划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高达7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其人口规模衡量，这已是极为可观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进一步扩大对乌支援，在罗马尼亚设立战损装备维修与升级中心，为乌军装甲车辆提供维护服务。随着军援规模和工业支持持续扩大，德国事实上已成为当前对乌克兰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瑞典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迄今规模最大的援助计划，内容涵盖大量防空装备以及萨博雷达系统、鹰狮战斗机等关键武器。乌克兰防长已就此与瑞典国防大臣举行专项会谈。此前，瑞典提供的萨博预警与雷达系统已显著提升乌军空中态势感知能力，并增强了 F-16等战机的作战精度。2月初，欧盟计划将对俄制裁范围从能源与金融进一步扩大至关键金属领域。多方消息显示，欧盟正酝酿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以禁止成员国从俄罗斯进口铂、铜、铱和铼等战略性金属。这些金属并非普通商品，
而是现代工业和高端制造的核心材料。铂和铑广泛应用于汽车尾气净化、电动车及化工产业，应用于航天、半导体和新能源技术。铜则是电网、军工与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基础金属。此举被视为欧盟对俄罗斯工业与财政收入的精准打击。与此同时，欧盟在能源领域也在加速行动。REPowerEU 天然气法规已于2月2日刊登在欧盟官方公报，并从2月3日起生效，标志着欧盟将分阶段终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目标是在2027年前彻底断气。根据新规，2026年4月25日起禁止签订短期液化天然气合同，6月17日起停止新的管道天然气短期合同，2027年1月起终止长期液化天然气合同，同年9月底管道天然气长期合同也将全面取消。另外，多家渠道披露，星链已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对乌境内的部分终端实施功能限制，重点针对被用于无人机的星链设备，通过速度与使用条件管控，干扰甚至阻断俄军无人机的战场应用。相关措施已在前线产生实际效果。早前至少2架疑似搭载星链终端的俄军闪电无人机，在乌方反制机制启动前即被拦截。不过，由于全域限制可能同时影响乌军自身无人机运作，这一手段目前被视为紧急临时方案。基辅方面正计划引入白名单机制，仅允许经过认证的己方无人机使用星链网络。最新国际动向显示，全球主要经济体正联合行动，围堵中共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影响力。据悉，美国已经牵头召集约20国部长级官员于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关键矿产战略联盟，重点解决稀土供应问题，并寻求保障价格稳定。参会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意、日、加等 G7 成员国，以及印度、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纽西兰、阿根廷也可能出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主持会议，旨在通过价格机制和投资支持，加速非中国稀土供应链建设。美国国务院表示，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对经济安全、技术领先地位及能源韧性至关重要。欧盟消息称，如会议取得成果，将发布联合声明，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修复，并显示盟友将与美国合作，降低对中国依赖。英国外交部指出，确保关键矿产供应多元化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环节。澳大利亚计划建立价值12亿澳元的战略矿产储备，以应对潜在供应中断风险，并储备包括锑、镓在内的关键元素。稀土在现代制造业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从智能手机、硬碟到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及导弹系统，几乎所有高科技产品都依赖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高度集中，中国占全球稀土开采约2/3，精炼产量达92%，欧洲几乎全部依赖中国进口。日本长期高度依赖中国稀土供应，近期因地缘紧张受到出口限制。为保障供应安全，日本政府启动深海开采计划，由海洋研究开发机构 JAMSTEC 执行地球号深海钻探任务，在南鸟岛专属经济区约6000米深海成功取回含稀土元素的沉积物。这是全球首次在如此极端深度完成稀土开采测试，为日本国内关键产业提供潜在长期保障。据估计，南鸟岛周边稀土泥总量超过1600万吨，其中重稀土如 D、Dy 和乙、Y 储量可分别满足日本730年及780年需求。若成功实现商业化开采，将显著降低对中国依赖，并强化日本经济安全与高科技产业自主供应能力。此次多边会议和日本深海稀土突破，显示各国正积极布局战略资源安全，推动非中国供应链建设，同时探索替代开采与储备方案，以应对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另外，中共长期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经济与政治伙伴之一，在石油开发、基础设施与金融融资领域投入巨大。随着政权更替，
北京与加拉加斯之间的合作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多家中国金融机构可能暴露出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未偿贷款风险。华府内部则将此视为一次关键战略窗口，认为这是削弱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重要节点。在更宏观层面，川普政府近来明显强化对西半球的战略主导权。去年12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要防止非西半球竞争对手掌控关键战略设施，并减少外国企业在区域基础设施中的主导地位。川普本人也多次公开警告，若美国缺席，中国和俄罗斯将迅速填补权力真空。多位区域外交人士透露，各国政府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国合作项目的政治风险。巴拿马近期裁定一项由香港背景企业持有的港口合约违宪并宣告无效，被普遍视为美方压力外溢的具体体现。该企业长期参与巴拿马运河周边港口运营，美方此前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表达关切。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正系统性的将基础设施、供应链与港口问题安全化，这将显著抬高中资企业参与拉美项目的政治成本。但与此同时，北京并未显露出全面撤出的迹象，拉丁美洲正在逐步成为检验中美战略竞争走向的新前线。不少专家指出，多数中资项目本身具有明显商业属性，但长期运营过程中累积的数据、关系网络与基础条件，在冲突情境下可能被战略化利用，这正是美国政策趋于直接干预的重要原因。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